新世纪即将到来了，真正的主宰者也该现身了。董事长，我们还没有除去真正的汉魃和塞蒙，真的可以这么快判定赢局吗？在牌桌上，都是由牌面大的人说话，但是真正赢局的，并不在牌面，也不是底牌，而是气势。少使，这不像你的风格。一个如弱的绅士，怎么会变得如此暴力？绅士风度是要看对什么人而言。对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乐手，所有的风度都是多余的。我就喜欢暴力的场面，够真实，比起那些假惺惺的伪装，要好上1000倍。你真想看到血腥的画面吗？那是一种美学，扭曲变形的美，常人是无法理解的。只有内心充满邪恶的人才会懂，不是吗？我只要轻轻地扣下扳机，这一幕就会出现在我眼前。只要你不害怕白色的大衣被鲜血染红，我琼斯赛德就更不会害怕。少使，你也该为艾伦的死承担些责任了吧？艾伦就是琼斯，他并没有死，不是吗？那我就更想看到暴力的少使亲手消灭绅士的少使。扣下扳机吧。
让我和绅士的邵氏同归于尽。邵氏，你永远都摆脱不了绅士风度。一个常人怎么能够胜天下？我喜欢暴力的美学，但我却不喜欢白色大衣沾满鲜血。你扭曲的表情真美。琼斯赛德，你的笑声到此为止了。东西啊，怎么样？金哲进去了那么久，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金哲根本就没有来。不可能！不会是你害怕我担心，故意骗我的吧？我没有骗你，我打开实验室大门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见到金哲。那他现在去哪里了？这个笑得恶心巴拉的家伙，就是你的结义兄弟邵东家。虽然这个家伙没个正经，但确实也是你无法割舍的一部分。我，孔尤京，甚至周围的人，都被卷入了一场无形的风暴。而这场风暴是有人操控着的，我们的行为几乎都是被设定好的，就像提线的木偶。如果不仔细留意，完全看不到操控的那条线。我们都是谜局中的棋子，还有你的失忆，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。邵氏的阴谋没能成功，他的棋局已经走不下去。他现在最重要的是，有一枚能够对付汉魃的棋子。只要你愿意向他低头，你就是最佳人选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一神一趟。我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，记得替我收尸啊！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是朋友，更是兄弟。
公队，昨晚琼斯赛德遭到枪击，现在还在医院进行抢救。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还没有脱离危险，目前还在调查是什么人所为。那附近的监控看了吗？都看了，在8点到9点的那段时间，所有的监控都被中断了，现在毫无线索。这个世界刚好跟清哲夜袭实验室的时间重合，难道是巧合？邵氏的棋子已经移除，下一步请董事长指示。琼斯赛德遭到枪击，可能是邵氏所为。现在邵氏被激怒了，如果逼得太紧，我怕会出大事。先听听吧。是，董事长。东江脑部中枪，永远都无法动弹了。是孔佑清做的。是东江自己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保护景英。金哲，如果有一天我也遇到了危险，你会像邵东江那样不顾自己的安危来救我吗？打住！我在问些什么问题啊？虽然你的命是我的，但是你必须好好的。至少，我可以继续折磨你。我愿意被你折磨，但已经没剩多久了。童心瑶，在我离开前，我一定会给你和平的世界，让你永远没有危险。这是我唯一的承诺。Simon，你一直处于中立，为什么这次要选边站？因为你伤害了伊本巴罗。我不想与你为敌。如果你执意选边站，那你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邵氏，你真以为我会怕你吗？有本事你就扳倒契科。放心，我也会让你的医神摇摇欲坠的。谁是最后的胜利者，走到最后才会揭晓。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你没有呼吸的那一天。虽然我的身体已残，但在扣下扳机的那一刻，情感却完整了。景英，谢谢你。
董事长，邵东江虽然没死，但医生已经宣判脑死，永远无法复原。医神集团少了个继承人，遗憾呐。董事长，您是否有考虑其他人选？我还在评估这件事。如果有人能够去除孔幽精跟汉魃，为医神立功，那他就是将来医神的继承人。惊蛰，在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想不通，你可以帮我想想吗？龚警官，什么疑问？在你要夜闯医神实验室当晚，你借由王波为做内应，安排童心瑶通知我调派特警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你的计划进行，而且没有任何差错。可你为什么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就取消了计划，而且消失了？因为邵东江出了点事，所以，当晚就发生了另一起枪杀案，发生的时间几乎与你的计划时间相同，这应该不是巧合吧？所以，龚警官，你是怀疑我故意分散国际刑警的注意力，而实际上却是执行这起枪击案的主犯。这不得不让我怀疑，虽然伊本巴洛已经自首，他却并没有供出其他4大集团的罪行，而是指明要你协助警方。我也从侧面调查过，现在 BI 集团的执行权都在你手上。该不会是伊本巴洛和你共谋，想假借警方之手，除去4大集团吧？龚警官，先听我把话说完。当晚遭到枪击的是琼斯赛德，邵东江出事只是借口，其实他就是你的帮凶。邵东江在当晚20点至21点时把附近的监控全部切断，目的就是让你在杀琼斯时可以不留下一点线索，不是吗？龚警官，邵东江已经脑死亡，那是因为他遭到了琼斯赛德的反击。你可以怀疑我，调查我，如果你有实证的话，你随时可以逮捕我。我绝不反抗，但我不希望因为你的猜测与怀疑，在破获5大集团时失去了警方的力量。童心瑶，惊蛰闯实验室的计划什么时候再执行啊？只要他能进入实验室，取得罪证，就可以瓦解掉5大集团的阴谋，也能替我父亲报仇了。这个计划执行不了了。为什么？邵东江出事了，他被医生宣判脑死。没有了他，惊蛰的计划也破灭了。邵东江脑死了？因为彭宇杰的死，孔幽精一直记恨在心，所以玉洁，我已经将邵东江除去了，我很快也会把邵氏干掉。这些对不起你的人，我一个也不会留。怎么？你是想来替邵东江报仇的吗？我随时奉陪。
我也很想看看5大集团科技结晶的 X50到底有多厉害。幽静，你能不能清醒点儿？我们都是那些权力游戏中的棋子，他们控制我们所有人的命运。东江、玉洁，他们只想摆脱这些捆绑在身上无形的枷锁，结果呢？结果却因为你的无知造成了现在的后果。一个被制造成杀人机器、双手沾满鲜血的人，有资格和我说这些话吗？幽静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逼我放弃你？是吗？我怎么觉得我现在很好？比起从前，好上1000倍万倍。从前那个孔幽静，只能给别人当狗，根本就不受人尊重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忠诚不变换来的只有耻辱。当我舍弃了那些所谓的仁义道德，得到的却是从未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尊重啊！幽静，你是我的兄弟，我希望你停止一切所谓的复仇计划。我不想失去你。我不需要你的关心，我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我要除掉邵氏。你告诉我，我用什么样的办法最好呢？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那就是先得到 X50。如果你想要阻止我报仇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杀了我。我不会杀你。你和东江永远是我兄弟。你应该明白，这个位置是东江的。你不顾兄弟情义抢了他的东西。我们这些做忠犬的，本来就该守好自己的本分。孔
幽精，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什么狗屁忠犬。幽精，你是我的兄弟，我希望你停止一切所谓的复仇计划。雨姐。喂，我这出了交通事故，我不小心撞死人了。凌飞独，你主动过来报案，说是一场意外，你觉得我们会信吗？华州天天有交通事故，又不是只有我这一起。再说了，每年死于车祸的有多少人？我想你一定比我更清楚吧。你们五大集团最近正在起内讧，你是故意制造这场车祸，然后故意杀人，这绝对不是一场巧合。我不接受你的猜测，您别因为破获不了五大集团，就把气撒在我的头上吧。我只是个打工的，承受不了警官的诬陷。警官，你要是想对我还有什么了解的话，就等我律师到了再说吧。本台消息，德威集团执行董事孔幽京因一场车祸意外身亡。先是 BI 集团总裁伊本巴洛俯首认罪，后为 S7 集团代理董事琼斯赛德遭到枪击。这是否意味着昔日和平共处的五大集团将有所变化，重新洗牌？后续消息，本台记者将持续为您跟踪报道。凌飞独啊，凌飞独，你这招够毒的。邵氏，看来你真的是按耐不住了。五大集团的内斗已经搬到台面上来了，让特警队加强戒备，随时待命，迎接这场暴风雨的到来。是，公队。我希望邵氏早点伏法。很早之前有一个代号 HB8053的卧底，潜入了五大集团，但由于对接警察的过失，这条线断了。我想，如果你能找到他，你的胜算会大一些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们离开华州吧。我哥的谜已经解开了，五大集团到底想干什么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们一起离开吧。我们真的能离得开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们可以隐居山林，过着只有你我的日子啊。童心啊，你想得太天真了。
别忘了我是 X50，身上的芯片随时都能被追踪。想隐居山林，除非取下这芯片。金哲，金哲，金哲，你怎么了？龚警官，清哲，上次的事情，我想先跟你说对不起。我没放在心上。这次呢，我想请你比对一下这个人。他是警方先前的卧底，因为直属警官过世，而完全断了联系。这是他在警队的资料，我想让你帮我看看他现在的位置。童心瑶，你找我干什么？你上次说，金哲要是卸载芯片，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如果不卸载呢，对身体会有影响吗？这个怎么说呢？什么怎么说？直接说啊！人体的潜能被开发的程度大概只有10%左右，植入芯片后就可以激发所有的潜能。可是人体的器官都是有时效性的，并非永久，所以激发所有潜能的代价就是缩短生命。难怪金哲感到不舒服。金哲身体出现反应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只要出现这种反应，就代表人体的负荷已经到达极限了，脏器即将衰竭。除了卸载芯片呢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我不想金哲死。王末伟，我求求你，你帮帮我，帮我救救金哲吧。想要救金哲，只有一个办法。比对的结果，他和塞某几乎有99%的相似度。那这个卧底是塞蒙。龚警官，您不是一直在调查邵氏吗？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？正是因为我想缉捕邵氏归案，分解5大集团，所以才来找你。我想你还是没搞明白，我也是5大集团之一，所以你就是那块敲门砖。你觉得我是那种背信弃义的人吗？我可没有那么不上道。叶泽，我想你应该认识韩震吧？叶泽 ，MH3区欧级贵族血统，毕业于亳州警察学校。韩警官的直属卧底，韩警官过世之后失去联系。卧底的单位
尼雅。我想，我应该没有说错吧？故事编得不错嘛，没想到宫警官还有这个能耐。叶泽，你可以骗过任何人，但是你欺骗不了 X50，因为它是你们5大集团的科技结晶。好，我承认。可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现在我的身份，只是奇科集团的董事长，Simon。身为一名国际刑警，你的正义感都去哪儿了？难道你的心也被利益腐蚀了吗？正义？你这话说的也太冠冕堂皇了吧？当年韩警官去世以后，国际刑警总部关心过我吗？我找他们表明身份，想恢复我的身份，可换来的结果是什么？后来要不是尼雅集团董事长收留我，叶泽，哼，叶泽早就死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恩人。所以你就和他们同流合污？龚警官，我想有一点你要搞明白，我跟他们都是利益合作关系，这犯罪了吗？是，你是没有犯罪，但是你现在正在助纣为虐。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，你现在应该出来帮我。邵氏的阴谋一旦得逞，这个世界就会混乱。你觉得你还会安然无恙吗？好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放了伊本巴洛。伊本巴洛根本没有犯下任何罪行，之前和警方交手的都是邵氏，我想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。放过他，我就把奇科所有的机密文件全都交给你。现在前奏已经完毕，该上主戏了。谁才是真正的棋艺高手，就看这一局了。该你上场了。董事长，失去孔尤京这颗棋子，太可惜了。傅师，你是在德维集团做了最久的，也跟过所有的汉拔。你真的不想知道德维集团的真正汉拔是谁？这不是我们做下属的应该知道的。不愧是德维集团最忠诚的使者。如果我跟你说，我想成为真正的汉拔，你会背叛德维集团吗？你是傀儡，永远不可能。好，终于要动手了。好，现在你只要轻轻地扣动扳机，
那德维集团所有的机密资料就会立刻上传到 X50身上，这样 X50就有了 BI 和德维集团所有的机密资料。到时候，你觉得真正的汉拔可以赢过 X50吗？到时候 X50就是这个游戏最终的赢家。想好了再开枪。嗯？我不会为难忠诚者，我只是想见一见真正的汉拔。宫警官，我想请你救惊蛰。救惊蛰？X50芯片植入人体，可以成为世界最强者。可是由于人体潜能发挥到极致，被植入芯片的人只能活1年。如果强行取出的话，被植入芯片的人很有可能变成活死人。可惊蛰为什么能活这么久？是因为巴蛇的那颗子弹。宫警官，我求你，取出巴蛇的枪，对惊蛰开枪，隔离 X50和传感神经的连接。可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危险了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宫警官，我相信你，一定会有办法救惊蛰的。除了巴蛇以外，还有一个枪法精准的人，也许有可能救惊蛰。是谁？段坤。宫队，你找我？云娜，麻烦你去物证科将巴蛇的狙击枪取给我。宫队，你要巴蛇的狙击枪干什么？这个你就别管了，你只需要执行我的命令就可以。知道了，宫队。但物证取出必须在24小时之内归还。这样，你帮我想办法拖延3天，3天之后我一定归还枪支。我想想吧。惊蛰，如果有机会，你可以和我远走高飞，你会和我一起走吗？我已经说过不可能。是因为 X50的寿命即将到达尽头，所以不可能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王博维告诉我的。惊蛰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我没要你死，你不允许死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有可能，我当然渴望可以活下去，但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我现在终于知道，当你被抓进实验室，你就已经知道 X50被重置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要终结。
所以才避开我的，对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有多残忍？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尽头，每个人都会死。可是，在即将死的时候，不应该和自己心爱的人去度过每一分每一秒吗？涂心瑶，因为我，你失去你哥，我已经无法弥补了。我不想你因为失去我，再带给你痛苦。所以没有所以，只要你不死，就没有所以。我已经帮你找到救你的方法了。什么方法？我们只要重建2年前的华州枪击案，重新阻断 X50和你传感神经的连接就可以了。Oh my god！ 我明白你为什么还活着了，那颗子弹刚好卡在芯片上了，刚好卡在芯片上了，巧了。嘿嘿嘿。要是把子弹取出来很麻烦呢。林子阳，坚持住！龚警官，请你一定要帮我恢复身份。你放心，没问题。拜托了。可是拔舌已经……我已经让龚警官找到合适的人选了。董坤，我调阅了你所有的资料，你的枪法仅次于拔舌，所以当初你才会选择拔舌成为你的卧底。现在，我需要你帮我。这是拔舌的狙击枪。可是我已经很久没用狙击枪了，我怕我会失手。你有2天的时间练习。2天时间，这么紧急？到底什么任务？而且现在我还在停职受审，要是上面追究下来，我怕我会连累你。这是私人任务。私人任务？目标是谁？惊蛰。杀惊蛰？不是杀，是救。你用拔舌的狙击枪把黑钻子弹打入惊蛰右颈上的旧枪伤中，阻隔 X50芯片和惊蛰的神经连接。只有这样，惊蛰才能活命，否则的话，3天之后，他就会身亡。时间和地点，我会另行通知你。是，龚队。这个几率太低了，万一……惊蛰，我们必须要赌一把。如果你死了，就当还我哥的命。3天后执行。不是我不想答应你，如果我取下了芯片，那就永远无法终止那个权力游戏。佟新瑶，
我知道我欠你。如果有下辈子的话，我再还你好吗？我不要来生，我只要今生。是非恩怨终有定数。我不希望再有悲剧发生了。我只想用所剩的生命，为沾满鲜血的双手赎罪。哪怕是死了，也要死得值得。尽全力给无辜的人们留下一个安宁的世界。是该温存这冰冷的全部，还是融化在被包裹的幸福？清澈，我不想失去你。只有在和平的世界，才能看见真正的幸福。一本，没有枷锁是不是舒服多了？宫警官为什么会突然放了我？你不会是警方的高层吧？你觉得我像吗？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像。我想知道宫警官会放我的理由。理由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犯罪。五大集团结盟最初也是为了造福人类，但是后来因为某人的心术不正，扭曲了他的面貌，所以只要我们两个出局，你不就没事了？Sam，你……我想跟我的好 partner 一起闯荡新世界，重新开始。你真的愿意放弃奇科集团吗？你都可以放弃 BI， 我放弃奇科又算什么呢？这是机票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即刻就可以启程，远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哎，眼泪可不属于伊本巴洛。经者，这是奇科集团的机密资料，现在我把它交给你。难道你不怕我成为权力游戏的最终赢家？如果你真想成为赢家，你根本不需要借助警方的力量。X50有足够的能力摧毁他们，因为你不想成为他们，所以你才会来找我。不是吗？你现在已经有了 BI 集团和奇科集团的机密资料，缺少的是其他三大集团 SG 集团和德威、一神集团的资料。只要这五大集团的资料齐全， X50就能解析出这个阴谋游戏的布局。
一神集团的实验室最初是由五大集团分裂前的尼雅所创建。我猜想，实验室里保存了所有的资料。龚警官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想尽快结束这一切。景哲，我知道你现在的身体已经快负荷不了 X50的功能，我也很感谢你为警方所做的一切。所以，当你执行完任务的时候，我会枪杀你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保住你的性命。重新将黑钻子弹打入，阻隔芯片的几率有多高？如果巴蛇还活着，是80%，现在只有50%。我知道这个方法很危险，但它现在是救你的唯一方法。不过你必须在时间线终止前走出实验室，否则……谢谢你。你不用谢我的，你最应该谢的人是佟新瑶。王博伟，你能帮我劝劝金哲吗？你都劝不了，我还能劝什么？那好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金哲还剩下多少时间？大概还有56个小时。那我得催他，赶紧解决邵氏。汉拔，我该这么称呼你吗？你这个假汉拔，干够了吧？过瘾了吗？真正的汉拔，竟然是你！真正的汉拔，早就已经死了，也是他杀了我。这儿没有任何温度，也存不了什么感情，只是一堆维持生命的破铜烂铁。这都是汉拔干的，他杀了我的妻子，抢走了我的女儿，我只不过是让他血债血偿。这个世界太过肮脏、黑暗了。我只是不希望雨洁在这个漆黑的天空下被浸染了，更不希望她受到任何的威胁。所以，我才继续让她做汉拔们的女儿，这样她才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着。而邵东江是我为她精心安排的丈夫。邵董事长，请问贵公子跟德威集团签订的绯闻是真的吗？两个小辈的确在交往。那这次的联姻是否会影响到一神集团和德威集团未来的发展呢？未来的事情，现在有谁能说得清呢？
那婚期定在什么时候呢？下周3。我只希望他能够狠得目中无人。针对这一点，他倒是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。今天请大家来呢，就是想请大家多宣传宣传我们隐会所。费尽心思挪开荆蛰、景英还有孔幽京，不就是为了这个计划吗？你真当我是傻子吗？本来我的这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，孔幽京保护着邵东江和雨洁的安全。等邵东江和雨洁一结婚，成为了医神集团的继承人，再制造出无可匹敌的终极设备，帮助雨洁守护医神。可惜了。结婚生子，确实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彭雨洁，你的闺女没有按照你的计划进行，打乱了你的一切计划。雨洁舍弃了邵东江，选择了孔幽京。为了不影响各部门的运转，特意聘请了孔幽京先生作为我们德威集团的执行董事，而且我打算将我的股权，还有我父亲的股权，正式转让给孔幽京先生。不，应该说，是我选择了孔幽京，这才放弃了邵东江。董事长，有件事情需要你去处理一下。这次猎物的资料就在桌上，干掉他。我本来打算，那就顺着雨洁的心意，让孔幽京跟雨洁在一起。这样一来，我的整个计划也就没什么改变。没想到啊，在这个时候，你这个傀儡不断的惹是生非，不但让我失去了我最心爱的女儿。雨洁，是谁在你面前乱嚼舌根了？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彭雨洁何德何能够得到您的关照？我不知道我哪一点好，能让你选中我，成为您的儿媳妇。就连婚礼当天，汉拔被枪杀了，你对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也是一直帮扶着。我一直感激您做的这一切，我把您当成我的亲人，你也是这样吗？我当然是你的亲人。可是你让孔幽京消失，你绑架孔幽京是为了制止我跟邵东江结婚，你是害怕他知道了你的身份，我说的对吗？当初如果不是你执意要嫁给邵东江，我根本不需要这么做。雨洁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？你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？我终日生活在惶恐中，不能安宁。我就像一个冷眼的旁观者，来不及悲伤，就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。我是谁？我到底是谁？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苦衷啊？你不愿意回答我，让我来告诉你，我就是你的一枚棋子。就算我跟孔幽京远走高飞，
也摆脱不了你。东江氏、孔幽京氏，就连你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是。但是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做你的妻子了。如果你开这个枪，觉得可以挽回你的幸福，开吧，我不怪你。如果我不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当我扣下扳机的时候，你也不会有任何感觉吧？玉洁，你别犯傻。傻的那个人是你，为了利益失去了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戚。不但让我失去了我最心爱的女儿，还让爱我的女人和我反目。哲飞，我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为你付出了所有。我愿意成为你的妻子，我都愿意为你去死。难道这样，你都一点没有为我动过心吗？一本，你忘了我在医院跟你说过的话了吗？那都是谎言吧？只有像我这么傻的女人才会相信。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心？你有心吗？你没有，你只有一颗机械的心脏，你是没有感情的。只有我这么单纯的以为，只要我努力了，你就能多看我一眼；只要我成功了，就能并肩跟你站在一起。可我忘了，一个没有心的人，永远不会怜悯别人。哲飞，哲飞，权力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我的这颗机械心脏，就是拜权力所赐的。我不会再给敌人任何机会，只要阻碍我的，就全部铲除。我输了，我彻底的输了。击败我一本的，是我最挚爱的人。是不是你真的消失，我才可以清醒啊？你说，我该怎么处理你呀？我做了这么多，只是为了保命，难道我有错吗？你以为你保得了这条命吗？那你把我处死，
你、邵氏跟一神集团就会灰飞烟灭。我邵哲飞从来就没有怕过什么事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你的时间到了。邵哲飞一手创建的一神，谁都别想把它毁了。当激战结束，大地变得死寂，我拖着孤独的身躯，遥望着远处的烟火。反复地问自己：一个人的战争，我能坚持多久？既然你要终结邵氏的游戏，我支持你。明天行动吧。我还没想好该怎么进入实验室。那也不能这样拖下去呀！再这么拖下去，你不就……一定有办法。喂，金哲，董事长想约你见面。好，时间地点。后天中午，一神实验室，恭候 X50的打架。谁的电话？林飞读。他说邵氏后天要在实验室和我见面。后天？对。那太好了，时间一定足够。金哲，你进了实验室以后，一定要速战速决，拿到资料以后马上出来，其他留给警方处理就可以了。没那么简单。这一次邵氏不选办公室，而要选择实验室，这其中必有诡计。金哲，X50是完美的武器，他们制服不了你的。先不要管那么多，你联系王博伟，想办法把博士带走。我不想伤及无辜。龚警官那边，我来联系。好。董事长，我已经告诉金哲了，后天中午，金哲会准时赴约。这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，从哪儿来，就从哪儿消失。他说邵氏后天要在实验室和我见面。后天？对。
那太好了，时间一定足够。金哲，你进了实验室以后，一定要速战速决，拿到资料以后马上出来，其他留给警方处理就可以了。没那么简单。这一次邵氏不选办公室，而要选择实验室，这其中必有诡计。金哲，X50是完美的武器，他们制服不了你的。先不要管那么多，你联系王博维，想办法把博士带走。我不想伤及无辜。龚警官那边，我来联系。好。董事长，我已经告诉金哲了，后天中午，金哲会准时赴约。王博伟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让博士在明天中午之前离开实验室。为什么？他是不会愿意的。不愿意也得愿意，哪怕你绑架他，我也不会反对。那可是犯法，我不干。如果你不想让博士受伤，就必须这么干。因为明天中午，邵氏和金哲就在实验室见面。所以我请龚警官派特警守在实验室的附近，只要接收到我传送的罪者，你就可以派遣警力介入。这个我来安排。但金哲，我必须提醒你，你一定别恋战。如果不行，立即撤退。别忘了时间。龚警官，我一定在期限内离开实验室。明天见。董坤，明天中午，一神集团实验室门口执行任务。8蛇的狙击枪有效射程是1500码，而当年华州枪击，子弹未贯穿经者，所以距离应该在1500码以上。如果是8蛇，一定会选在这个点。离实验室门口能超过1500码以外的制高点，只有钢架天台。东江，作为兄弟，我很惭愧，我没有办法救你，还让你躺在这里受折磨。你是想来替邵东江报仇的吗？我随时奉陪。幽静，你能不能清醒点儿？我们都是那些权力游戏中的棋子，他们控制我们所有人的命运。东江、玉洁，他们只想摆脱这些捆绑在身上无形的枷锁，结果呢？结果却因为你的无知，造成了现在的后果。我要除掉邵氏。你告诉我，我用什么样的办法最好呢？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那就是先得到 X50。如果你想要阻止我报仇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杀了我。
孔尤金死了，我很怀念你的笑容。京哲，京哲，你发什么呆啊？还愣着干嘛？赶紧准备准备吧，我跟尤金在大堂等你。他是谁？尤金又是谁？唐僧。喂，唐僧。京哲，你又把我名字改了。通江，赶紧赶过来。京哲上不上来做个见证啊？不去了，我去别的地方转转。算了，去吧。尤金，我肯定赢，让你看不到我的车尾灯。喂，景英，快给我拍点专机，出点情况。就你一个人？老头子把我打入冷宫了，我哪来的人啊？家伙呢？什么家伙？还用那家伙吗？那你跟没来有什么区别？过来。嗨，各位！哎，什么人？什么人？谁？少东家。别那么紧张，我是来打牌的。东江，你不觉得那个地方非常熟悉吗？我记得是一神集团名下的土地。老头子，他到底在搞什么阴谋？怎么会牵扯到惊蛰和佟新瑶？喂，惊蛰，我现在联系不到景英，你帮我去看看他。今天不是你和彭宇杰的婚礼吗？你让惊蛰去找景英，现在你们两个怎么在一起？惊蛰呢？惊蛰去了哪里？X50，是时候该醒了。A 区的交接时间是下午7点到8点，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了。景英，快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快走啊！放开我！快走啊！一会儿拉闸了。少师已经失去了理智。令妃毒说，他被关在了一个荒岛上。如果我们去救他，肯定会中埋伏。可是如果我们不去，东江绝对撑不过去。
变回 X50以后，还真不一样了。东江，现在你会一神了，光凭你一个人的力量可能不够，你必须带上锦英。兄弟，你开玩笑的吧？我自己身处危险还不够吗？还让我带上我心爱的人，这我不能同意。你在一神里面，我不可能保护你。万一你遇到什么危险，我们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你现在还不能走，万一这是场骗局呢？我有什么好骗你的？你有什么好骗我的？我没兴趣，也不想猜。等这一切都结束之后，我自然会放你走。不愧是集合了5大集团科技核心的 X50，只身赴约，够胆识。X50就是一部5大集团创造的完美的杀戮机器。你不知道我跟景英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。引出伊本巴洛的目的，就是要找到杀我和王卜的凶手。只要凶手落网，就可以解开邵氏的阴谋。现在伊本巴洛倒了，老头子把目标换成了汉拔。你说我该怎么对付汉拔？东江，先暂缓汉拔这件事吧。你该不会又失忆了吧？当初你让我回一神，就是为了对付汉拔和孔幽京。幽京现在对你怀恨在心，我不知道他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来。我不着急，你可以慢慢来。反正等你到了，也只是来收个尾。孔幽京，要是超过了30分钟你还没到的话，那你就准备跟景英来生再见吧。喂，景哲，计划取消。孔幽京绑走了景英，我30分钟不到，景英就会死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离开一神了，我在去找景英的路上，我也不知道我会去哪儿。我先不跟您说了。我要是真出了什么事，记得替我收尸啊。哪怕你以前的笑都是勉强装出来的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我活着，一定会阻止邵氏。让这个世界重建公平和正义。爸，汉归来，不死不灭，身体随时会被丢弃。谁才是真正的汉拔？我真的很想知道。并不是真正的汉拔，玉洁，但我是你的亲生父亲。
为什么金融机密核心时总会出现空白？是 X50出现了问题，还是因为拼图不完整？邵氏，不管真正的答案是什么，我都要终结这场游戏。博士，我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，你要不要去？哼哼哼，没有什么地方比我的实验室更好玩的。不去不去，比你这儿好玩多了。真的比我实验室好玩？真的。哦，好吧，走。于娜，情况怎么样？报告工队，特警已经就位。好的，听我命令行动。是，工队。工队，我已就位。段坤，这次我们绝不能失败。工队放心，我选择的角度和距离，还原了华州枪击案，只要没有特殊情况，绝对能成功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段坤。工队，是我应该谢谢你。当初我下达命令让有损支援黄雀，你到底有没有执行命令？工队，我怎么会不执行呢？只是任务失败了而已。失败了？那黄雀被杀的时候，有损在哪儿？段坤，是不是在你眼里我们这些人的命根本不值钱？王部、童心瑶，现在的我，加上处在危机的线人们，你还要牺牲多少？如果你为了你的私心拿我们这些人的性命来垫背，你才是顶级的耻辱！八蛇，永远别忘了，知道你真正身份的人，
只有我。董坤，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的私心，我们牺牲了多少同事？我的做法是过分了点，但至少我没有背叛组织。要不是因为我的私心，今天也不会是这种情况。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吧。我有你们这样的队友，是我最大的荣耀。这里有什么好玩的？我要回我的实验室。不是，您现在不能回去，等到晚上我再送您回去。为什么要等到晚上？因为今天邵氏约了 X50在实验室见面。唯有设下一场游戏，才能将五大集团的机密核心重新回归。我的运气一向都不太稳定，这把就不跟了。对于运气，我更相信能力。这把我倒想全跟。塞玛，你的胃口太大了吧？有吗？人嘛，总会有饿的时候。看来大家的野心都不小啊！这么一比，我算是善良多了。不干了。我是不可能这样退出的，毕竟野心不是每个人都有的。夹住！谁出老千了？立刻终止游戏！为了成为最终赢家，得到 X50，我失去了继承人。失去了朋友和忠臣。失去了挚爱的女儿，为了利益，失去了你在世界上唯一的亲情。但我不后悔，新旧更迭是自然规律。新世纪
即将到来了。真正的主宰者也该现身了。董事长，我们还没有除去真正的汉魃和塞蒙，真的可以这么快判定赢局吗？在牌桌上，都是由牌面大的人说话，但是真正赢局的，并不在牌面，也不是底牌，而是气势。X50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少使，今天我要结束这个游戏。你是我精心制造出来的。你觉得你能战胜得了我吗？一件完美的武器，可以终结所有的敌人。今天，我就是你的终结者。快一点进车，还有1分钟时间就到了。段坤，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这边完全没有动静。工队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还有50秒，听我指示行动。是。哎呀，完蛋了！实验室里有秘密武器啊！什么秘密武器啊？进车，快！当初设计 X 系列时，为了防止有一天 X50不受控制，就设下了破坏电子芯片的脉冲波。只要按下按钮，所有实验室里的电脑资料和 X50就全毁了。喂，佟信尧，惊蛰中计了，实验室里有脉冲波，只要启动的话 ，X50就毁了。少使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
清哲，我的 X50没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讲求的是天圆地方，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这是道，也是理。没有人能破坏这规矩，更没有人可以挑战老祖宗所留下这三纲五常的法则。真正的主宰者可以掌控一切。你们永远也摆脱不了无形的轨迹，就连你也一样。X50，那个废旧的工厂也是琼斯赛德的老巢，那里很多业务的线索。只要我们顺着查下去，你呢，就一定能找到你以前的身份，而我，就可以找到我哥的下落。喂，你要去哪儿？我的事情不需要你管。好，看你还能不能活着回来。那你哥的事情也用不着再查了。如果晶片没有被损坏的话，我是不是就会离我哥更近一步？你背着我亲近他，你背着我跟他同居，你背着我抢了我心爱的女人，你敢说你对童心瑶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干嘛要为这种人难过？这种人就是罪有应得。是我的存在害死了他。为什么一个人的生就代表另一个人的死？难道这是唯一的生存法则吗？惊蛰，你不用想太多了。谁知道这种人手上沾染了多少人的鲜血啊？沾染鲜血的人是我。惊蛰，是不是你身上 X50的晶片出什么问题了？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？我没有变，只是我意识到我是谁。你这个混蛋，骗子！我哥就是因为你而死的，我却一直相信一个杀人凶手。我并不想瞒你，我不说是因为你爱上我了，你妄想我会原谅你。你哥的死，确实是因为惊蛰，可他不是真正的凶手。X50的设计，其实就是与人体的传感神经连接成一体，并且融合。如果强行取下的话，他就会成为一个永远的活死人。
没有任何感知和思维，只剩下心跳和呼吸。最好的情况就是没有命。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结束这一切的悲剧，给你和你哥一个交代。金哲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我没要你死，你不允许死。我不想你因为失去我，再得给你痛苦。我不想失去你。这是我妹妹，答应我，帮我照顾她，答应我。世上没有任何人能当主宰者。因为人的意志